午夜时分，办公室里寂静无声。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沉寂。那台几乎没人在用的旧电话，这一刻却显得异常刺耳。楼主拿起电话，只想匆匆挂掉，却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：“我知道你是谁。”楼主心中一紧，没想到这通电话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误拨，而是一个不祥的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瑞。我们公司有一台很少会有人打来的电话，那是在公司部门缩编前留下来的。虽然线路还是保持通畅，但是我们现在几乎都没有在用这部电话。即便有人打电话过来，那也只是偶尔还会发生的，而且基本上都是拨错电话号码了。有一次，因为无情的甲方布置了超多的任务，一个人加班加到了半夜。那天是礼拜五，原本我呢想着下班闲来无事去酒吧喝一杯，可是这突如其来的工作，不得已，我只能充满怨气的加着班。接近午夜，总算完成工作了。就在差不多准备要回家的时候，那台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又来了。我偶尔也会加班到午夜，每当接近午夜12点的时候，这台电话就会响起来。在这样的时间，不可能是会和工作相关的电话吧？8成是打错的吧？每次他在响的时候，我都不管他，总是会响一阵子，大约响10次左右就会挂断。但是那天却没有挂断，铃声一直响个没完。工作已经结束了，带着放松心情的我，渐渐觉得这铃声实在是太烦人了，并过去拿起那台电话的听筒，想要直接把它挂断。此时我突然想到，也可能会是拨错的传真，我试着把听筒拿起来听听看。喂，哎呀，总算打通了。听筒传来一个很愉快的声音，对这样的声音，我竟然想要直接挂断电话。我不禁感到有点不好意思，我想还是要好好告诉人家你打错电话了，再挂掉，就回答了：很抱歉，这里是公司，请问您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呢？结果对方说了我意想不到的话：我知道呀，就是要打给公司呀 T。 听到 T 的名字，我感到有些慌张。别的部门确实有个 T 主任，但是他早就已经回家了。您好，不好意思，笔姓 M， T 今天已经下班离开公司了。这种大半夜的，怎么可能还有人在啊？一边超火大的想着，但还是礼貌的回答：不是啊，你是 T 吗？ T， 我想跟你见面啊。他的口气还是一样的热情，但是听起来像是把我当成 T 主任了。这种时间还说要见面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开始感到不舒服，想要赶快结束话题，挂掉电话。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着 T 已经下班了，您搞错人了。是的 T 已经下班了，您明天再来吧。即便如此，对方还是一点都不在意，继续说个不停。他用明朗快活的声音说着： T 呀，我想见你，我现在就来哦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这个人用这样的声音喊着说要过来，而且用这样的声音一直叫着 T， 我开始感到害怕，完全没办法插上话，只能傻傻的拿着听筒听着。突然，他的声音变得像快转一般尖锐，只听见叽哩叽哩超不舒服的一连串噪音。就在叽哩叽哩的快转声停止的那瞬间，他的声音突然一转，变为非常浑浊低沉的声音：你给我等着。这时候的我已经受不了这种恐怖的感觉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急着想着要赶快离开公司，拿起公文包向着玄关走的时候，可视化对讲监控突然响了。我屏住呼吸，悄悄地靠过去，
看着监控的画面。玄关前面站着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，因为太高了，监控都照不到他的脸，只照到了他的脖子。那个男人手上不知道拿着什么东西，他陆续按了2、3次对讲按钮，我没这个胆接起来，我只能拼命发着抖，勉强让自己站着。结果男人突然咻地低下头来，露出脸往监控的镜头看，他的脸上挂着非常夸张的笑容，而且还是露齿笑。他的眼睛没有眼白，黑漆漆的，像2个空洞一般。T 呀，你在吗？我来找你喽！和电话里一样开朗的男人声音透过对讲机响彻了整个静寂的办公室，我的眼睛完全不敢离开监控。男人更加靠近监控镜头了，空洞的黑眼睛占满了整个画面。他依旧开朗的大声呼喊着 ：“T， 你不在吗 ？T， 哎呦！”男人的脸对着镜头开始前后不停摇晃。T 呀 ，T 呀！男人的声音变得像刚刚电话里一样，又低沉又浑浊，像是慢速播放的声音。然后他的身影就突然消失在屏幕前，我停在屏幕前不敢动，生怕他又突然从哪里冒出来。边这样想着，就越不敢出去。我一直死死地盯着监控的屏幕，天色不知不觉地逐渐亮了起来。看着外面隐约亮起来，我鼓起勇气走出去，提心吊胆地靠近玄关。周围没有任何人，我刷卡开了自动门。这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飘到了脚边，那是一个牛皮纸信封。我把信封捡起来打开，里面只有一张剪成人形的纸。我想应该不会再发生恐怖的事情了吧，就把人形纸塞回信封里，把它们撕个粉碎后扔到附近路边的垃圾桶里。我在已经大亮的天色中回到家，因为整晚都没有睡觉，就赶快去补觉了。那个周末，我尽可能让自己忘记礼拜五晚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努力、普通、稳稳地度过。隔周的礼拜一，我一到公司就听到了 T 主任的讣报，他在上周礼拜六的夜里被电车撞了，遗体完全不成人形，散落各处。警方通过遗留在现场的驾照才知道他是 T 主任。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，我想起周末发生的一连串事件，不禁感到不寒而栗。奇怪的电话，要找 T 主任的男人，和牛皮信封里的人形纸。我撕碎的那个人形纸和信封，难道影响到了 T 主任吗？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出席了 T 主任的葬礼。T 主任摆着鲜花的办公桌就在我的背后，实在是难以忽视。虽然不能肯定，但这件事我想我还是有一点责任。在 T 主任去世后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个使人浮躁的内疚感经常浮现在我的脑中。之后大概过了半年吧，在罪恶感逐渐变得稀薄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工作需要加班的半夜，还好这次有同部门的 A 系长和我一起加班，公司上下只有我们2个人。突然间，那台电话又响了，我的心脏吓得扑通扑通开始狂跳。明明已经几乎忘光半年前所发生的事，但在这台电话响起的瞬间，却立马整个回想起来。无视满脸惊恐的我， A 系长边抱怨着什么玩意儿啊，吵死了，一边走进电话。在我说出不要接之前， A 系长已经拿起了听筒。您好，我是公司的 A 系长用带着怀疑的语气说着。我提心吊胆地听着 A 系长的对话内容。鄙人姓 A， 不是 M， 请问您有什么事要找 M 呢？啊，是这样啊，那我会带您转达的。啊，抱歉，我要挂电话了。挂断电话的 A 系长带着极度不爽的表情回到座位，开始跟我抱怨着。那人想干嘛呀？用那种莫名其妙很热情的声音讲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听了整个恨起来，就把他挂了。
他还一直说你是 M 对吧？我都说了我是 A 了，听不听得懂人话呀？真的是啊。然后 M 啊，他还叫我留话给你，问他到底要说什么。你知道吗？他竟然说 T 的事我很遗憾，幸好 M 当时有过来。什么东西呀？他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一边听着 A 系长的话，一边努力地假装若无其事。在这件事过后没多久，我就辞职了。但是一直以来我都有个疑问，打那通电话的人到底是谁？ T 主任真的是被我害死的吗？如果当时我没有把牛皮信封和里面的人形纸撕碎，死的人就会是我吗？至今我依然不知道。